劫机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广受关注的话题，会让无数家庭蒙受阴影。广受谈论的如帝毕库珀的传奇经历，至今仍然让人津津乐道。不过，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他是历史上劫机后航行时间最长的劫机案件，也是第一起洲际劫机案件。他劫持着飞机从洛杉矶、丹佛经过纽约、班戈、香农，最后降落在罗马。在这一场长达18个半小时、跨越1.1万公里的劫机事件，故事却没有那么多的血泪。本应让劫机犯深陷牢狱的罪行，最后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收了场。当飞机降落在意大利，这个名叫拉法埃尔的劫机者没有遭到同胞的谴责，反而被奉为英雄。出狱那天，媒体蜂拥而至，争相记录他的身影。1969年10月31日凌晨1点30分，洛杉矶国际机场的安检口 TWA85 航班正准备起飞，乘客们像往常一样登机安检。一个年轻人背着背包正等待着过安检，此时他的神情略显紧张，因为他的背包里有一把 M1 步枪和几百发子弹。如果他被拦下，面临的将是牢狱之灾。他就是拉法埃尔·米米切罗，20岁，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越南战争老兵。就在这紧迫时刻，他看见不远处走来一名空姐，凭借着自己帅气脸庞和几个意大利玩笑，顺利让空姐带他逃离了安检。飞机滑行加速升空，当航班进入平流层后，拉法埃尔起身进入卫生间。在狭小的空间里，他迅速将零件组装成一把完整的步枪。当他背着装有步枪的背包回到座位的时候，突出的背包引起了乘务长夏林的注意。但这时候的拉法埃尔也无需隐藏了，在黑暗和噪音的掩护下，拉法埃尔行动了。他闯进后舱，劫持了乘务长夏林，要求他将自己带到驾驶舱。飞机现在由我指挥，拉法埃尔对机长说，他的声音出奇的平静，对着机长提出自己的要求，请飞往纽约，然后转往罗马。面对这样的情况，驾驶室的工作人员却都并没有表现出极度的惊恐，因为当时的美国正值劫机高发期，平均每6天就有一架飞机会遇上劫机，所以机组人员都经过专业的反劫持训练。机长保持冷静地向拉法埃尔解释说，前往纽约的燃油不足，而且自己和副机长没有国际航线驾驶执照，希望可以前往丹佛加满油之后再继续向意大利出发。拉法埃尔同意了。接下来的18小时13分钟成为航空史上最诡异的劫机事件。机长库克后来回忆，当拉法埃尔闯入驾驶舱时，这个年轻人看起来比我们还紧张。而机舱内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正在发生。与其他劫机案不同，拉法埃尔对乘客和机组人员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礼貌。他允许所有人上厕所，不限制乘务员的活动，甚至在飞行途中主动帮一位老太太调整座椅靠背。3位空姐很快发现这个劫匪并没有什么恶意，他更像是个迷途的孩子。当飞机在班戈和香农加油时，拉法埃尔始终保持着克制，他没有伤害任何人，也没有提出任何政治诉求。在长达9小时的跨大西洋飞行中，舱内的气氛逐渐松弛，乘客们开始与拉法埃尔交谈，听他讲述在越南的经历，以及为什么想回意大利。我只是想再见父亲最后一面，他低声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一位空姐甚至为他拿来3明治和咖啡，另一位乘客邀请他坐下来聊天。要理解这场荒诞的劫机，得先回到米尼切罗在越南的经历。1949年，拉法埃尔·米尼切罗出生在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小镇梅利托伊尔皮诺。1962年8月21日，一场毁灭性大地震袭击了意大利南部。13岁的拉法埃尔随家人告别变成废墟的家乡，怀着对美国梦的憧憬移居加州。初到美国的少年拉法埃尔被这片新大陆的繁华深深震撼，语言不通，文化隔阂，他拼命想要融入这个社会。1967年刚满18岁的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他看来，这是成为真正美国人最快的途径。但是战场的残酷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那地方就像地狱的入口。米尼切罗后来回忆道，湿热让人窒息，蚊子像乌云一样密集，我们每天巡逻，不知道下一秒会不会踩到地雷，或者从哪个树丛里射来子弹。在一次巡逻中，他的小队遭遇伏击，机枪手当场阵亡。米尼切罗毫不犹豫地接替了位置，在枪林弹雨中掩护战友撤退。我扣动扳机，看着远处的人影倒下，
你不知道他们是士兵还是农民，是成年人还是孩子，你只知道不开枪就会死。因为这次战斗他获得了嘉奖，但荣誉背后是深深的心理创伤。他开始失眠，噩梦连连，经常在深夜惊醒，以为自己在丛林里。1967年，米尼切罗退役回国，本以为回国就是解脱，却发现真正的煎熬才刚刚开始。回到加州潘多顿军营的拉法埃尔，面对的不是英雄的欢迎，而是被抛弃的命运。反战浪潮在1969年达到顶峰，在街头他看到自己的军装被泼上油漆，在校园里他听到同龄人高呼婴儿杀手，在电视上尼克松总统正在为一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再理解的战争辩护。但更致命的打击在随后到来。在越南期间，拉法埃尔省吃俭用，将每月津贴存入军营储蓄基金账户，2年里攒下800美元。1969年，他远在那不勒斯的父亲被诊断出癌症晚期，生命只剩下几个月。拉法埃尔急切地想取出全部积蓄，飞回意大利陪伴父亲走完最后一程。然而，当他办理提款手续时，账户上只剩600美元，200美元不翼而飞。他向上级投诉，却如石沉大海。在官僚主义冰冷的齿轮间，一个普通士兵的诉求微不足道。就在那个醉酒的夜晚，愤怒与绝望淹没了理智。拉法埃尔撬开军营小卖部，偷走了200美元抵数，但经验不足的他因过度紧张，得手后竟摔倒在现场。这一愚蠢的行为让他面临军事法庭的审判。而劫机那天，1969年10月31日，他本该出现在军事法庭上。我不是想伤害谁，他后来解释说，我只是想回家。回到 TWA-85 航班，听完了拉法埃尔的故事后，很快机舱变成了越战老兵诉苦大会。乘客们听着他们的故事，从最初的警惕转为同情。给他弄点吃的，一位商人对空姐说，这可怜的孩子看起来饿坏了。更离谱的是，当飞机燃油不足需要降落加油时，米尼切罗同意在丹佛暂停，地勤人员秘密将大部分乘客疏散。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10几名乘客自愿留下。我们都想看看这故事怎么结尾。留下的人说，说真的，他比大多数航空公司服务人员都礼貌。在丹佛加油后，飞机继续飞往纽约，然后跨越大西洋。这段漫长的航程中，米尼切罗与乘客和机组人员建立了奇怪的感情。孩子们请他签名，空姐帮他倒酒，甚至有人组织了一场小小的派对。当飞机飞越欧洲上空时，全体乘客齐声唱起了意大利民歌《Volare》，那是我人生中最奇怪的经历。副机长后来告诉媒体，一名劫机犯带领全机乘客唱歌，而我们都跟着一起唱。当飞机最终在罗马达芬奇机场降落时，拉法埃尔提出了最后的要求，让飞机停在偏远角落，并要一名未武装的警察作为人质开车送他去那不勒斯。罗马警察局长自告奋勇，在飞驰的警车里，这位局长回忆道，拉法埃尔像东道主一样向他介绍各种东西，还问他要不要一起去酒店休息。到达乡间后，他如约释放了人质，独自消失在夜色中。几小时后，数百名警察、警犬和直升机将一座古老教堂团团围住。在昏暗的忏悔室里，他们找到了只穿着短裤背心的拉法埃尔。被捕时，他拉着牧师的手，用意大利语说了4个字：我想回家。意大利民众彻底被这个故事征服了。在媒体的渲染下，这不是一起恐怖袭击，而是一个意大利游子不惜一切代价回归故土的史诗。在民意调查中，超过70%的意大利人认为他是民族英雄。意大利政府面临两难：引渡回美国可能面临死刑，或在意大利受审。最终，法庭作出历史性裁决，拒绝引渡。更令人惊讶的是美国民众的反应。作为被劫机的受害方，他们却非常喜爱这位犯错的游子。信件如雪片般飞往监狱，有人寄钱给他，有人提供工作，甚至有团体发起请愿，要求对他宽大处理。他代表了所有被战争伤害的年轻人。一位支持者在电视上说，世界辜负了他，他只是用极端的方式寻求帮助。在法庭上，米尼切罗的律师巧妙地将辩护重点放在 PTSD 上，尽管当时这个术语还不常用。他们传唤了心理学家，证明米尼切罗的行为是战争创伤所致。最终，意大利法院判处他7年半监禁，但仅服役18个月后就因良好行为获释。出狱后的拉法埃尔在罗马当了酒保，娶了酒吧老板的女儿，开了一家披萨店，店名就叫 Hijacking。
1980年，那不勒斯再次地震，他利用自己的名气参与赈灾。然而命运弄人，1985年，他怀孕的妻子在一次医疗事故中，连同腹中胎儿双双离世。拉法埃尔再次跌入人生低谷，但这一次亲友的陪伴让他最终走出阴霾。1999年，年过半百的拉法埃尔做了一个决定，重返美国，向当年被他劫持的机组人员当面道歉。在旧金山的一家咖啡馆里，他见到了头发花白的库克机长。当拉法埃尔颤抖地说出表示歉意的时候，老机长握住了他的手。孩子，在飞机上时我就已经原谅你了。那一刻，30年的恩怨化作烟尘。拉法埃尔·米尼切罗的案件创造了多项纪录：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洲际劫机，史上最长劫机时长，唯一一起劫机者成为英雄的案件。但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越南战争给美国社会带来的深刻创伤。在那个年代，像米尼切罗这样的越战老兵数以万计，他们为国家而战，回国后却发现自己既不被欢迎，也不被理解。我们被称为被遗忘的一代。一位越战老兵在纪录片中说，米尼切罗不过是用最极端的方式提醒社会，我们还在这里，我们还在受苦。2010年，米尼切罗安静地去世于意大利家中，几乎没有引起媒体注意。他的故事逐渐被遗忘，但留下的思考却历久弥新。我是大胖兵，我们下期再见。